我家又有热闹了，我远在加拿大的两个小姑子玛丽莎、安德尼寇要来中国了。现在签证已经办完，8月8号，温迪携带着2个小温迪登陆中国。你说机票这么贵，为啥非要来呢？是温迪给人种的草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想找对象，温迪呢就鼓励她多出去转转，多认识认识这个男青年。玛丽莎呢也听话了，也出门了，但她这住所呢就出门横穿一个大森林，见着个鹿还是母子，还有俩猴，明显不喜欢女的，空手而归。温迪说你吧就是缺见人类，在加拿大是不行的，你来中国你就随便去个景区，门口排队上厕所的男的，那就是加拿大一个省的适龄男青年，但你必须手疾眼快的赶紧上啊，因为旁边女厕所门口排队的，那是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适龄女青年，一个国家的适龄女青年。大胖姐说，那你是没看着5·1呢，给适龄男青年憋的直接带尿袋去，然后来中国之前，我这家小姑子就跟翟奥达说，你要教俺俩汉语，俺得沟通啊。翟奥达不愧是温迪带过的孩子，就是懂劳动法，告诉他俩姑，我也不是免费的，而且我作为老师我是双母语，我比我刚才那种单语老师我贵不少呢。那姑姑们人也是温迪带大的，也不是擅长说。那我们挣的也不多，我们还得攒钱，来中国机票那老贵呢，得想一个互利互益的方法。最后想出一个招，翟奥达说，我可以教你俩汉语，但你俩得教我弟弟英语。我的弟弟张拿铁，小老外流着铁岭的血，英语一句不会说，白有个外国的爹和姐，还一身反骨。俺家一旦说英语，拿铁就我听不懂。你俩赶紧教教他，然后我教你汉语。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了。但是翟奥达现在这汉语吧，问题非常大。他是一直英文加东北话嘛，就那天骑自行车出去跟我说，妈咪，我的 bicycle 栽上了。这还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以前干扰他的只有东北话，现在又多了一个。俺家阿姨吧老教翟奥达汉语，但是俺家阿姨是湖北人，那呢了分的呀。那天去上海跟我说，我车上这些熊孩子淘气也就算了，最让人容忍不了的是那些家长。俺家里头 K 歌有一首任贤齐老师的歌，俺家阿姨唱的是蓝蓝缕缕离离蓝蓝，那首歌的歌词是男男女女呢呢喃喃，一个字儿也没对呀，给我唱的一弄一弄的，让人不能容忍。但是翟奥达他不懂，他的汉语就像 WiFi 一样，他被所有的干扰信号干扰，所以他现在看起来一个非常混血的女子，教他加拿大的俩姑唱东北嗨曲，而且唱的居然是哇蓝蓝的天空飞老冷。我说翟奥达，你教别人汉语之前，自己用作业帮学习机先学学吧 ，AI 1对1带学，先摸底儿，找到你的学习弱点和习惯，再制定专属计划。作业帮近10年在线教育经验，6.6亿加海量题库，高价值自研学习内容都免费。这是翟老师，但我这俩小姑子英语教的呢，更次。这外国人吧，你不要以为他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，他就会多少英语，他的词汇量就有多丰富。绝大多数的普通人，他就说那几个词儿。翟奥达回国之后，在中国学校学的那些复杂的英语单词，给他姑听都一愣一愣的。除了那些受过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的人，就说话邹邹的，剩下普通人那往往用词极为简单。就说温迪他一家啊，好的就是 cool， 不好的就是 yeah， 最复杂的情绪就是 I was like I don't know， 最潇洒的姿态就是 whatever。估计让他们教，最后拿铁的英文就是 My English is very poor。拿铁将来学英语，作业帮学习机比 Google 靠谱，12.7英寸内置大屏不伤眼，2000多的配置 is very cool。怎么说 ？Not very good。还有怎么说 ？It's very good。要打这个。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E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E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G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E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，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，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前大吃完小，吃前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。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几次以后，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，就像
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泡了汤的馄饨皮儿。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起来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两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广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、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个大鸡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。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下文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太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翟奥达的 pad 上，由翟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的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你是他老伴儿的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呢，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他，把他熬走，你就上位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熬几个呀？”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，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，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。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忙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大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翟奥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，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弄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翟奥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儿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。黑松露还是流心儿，温迪一听黑松露眼睛都亮了，吃完连连称赞呢。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，还完房贷。